66架永鹰高教机和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将于2026年全数到位，台空军所属战斗机队将迎来显著调整。同年，12艘安平级巡防舰也将全数到位，从卫星舰手中接下平战转换的重任。台湾陆军向中科院采购万具红隼反装甲火箭，为实施明年1年期的兵役制度做准备。台湾这些大调整会对战力产生什么影响？下面请看详细报道。随着永鹰高教机的陆续服役，今年底前交机总数将达27架，可基本满足训练时需。剩下39架也将于2026年悉数到位。加上台湾成功向美国采购66架 F-16V Block 70战机，其首架机预计明年第3季出厂，同样于2026年以前交付完毕。为此，台湾空军所属战斗机队将出现显著调整。由于新旧战机交替与任务转换，台湾空军将于年底前解除主要驻扎于台东制航基地作为步训机的 F-5战机战备，仅保留 2F-5战机用于征召任务。原为飞行训练联队的空军第7联队也将原地改制为战术战斗机联队，涉及训练的业务将全数转移至高雄港山的空军官校，并将原空军官校飞行指挥部独立升格为飞行训练指挥部。少将指挥官将不再兼任空军官校副校长职务，同时为配合任务转换，第7联队下辖的训练大队也将改为3个作战队，并操作 F-16V Block 70战机捍卫台湾东部空防。66架永鹰好说自产自销，也有助简化空军飞行员的训练模式，由3阶段3机种简化为3阶段2机种，同时还兼顾高级飞行训练及部队飞行训练双重角色，能缩短训练流程，减少换装训练时间。但66架全新的 F-16V Block 70战机是何时买的，又该将如何训练？2019年8月，美国正式批准80亿美军的军贸协议，其内容就是向台湾出售66架全新的 F-16第70批次战机，这也是台湾近20年以来在美国最大的采购。据报道，这批飞机中将有56架单座型和10架双座型，是对台湾主战装备规模结构的补充，计划替换目前部署在台东附近的 F-5EF 战机。在飞训方面， F-16V 的飞行员将接受美式训练。2019年4月，美国政府批准了一批5亿美元的续约合同，由美空军提供指导、飞行操作、维护支持和培训设施，来训练台湾的 F-16飞行员。其可分为3个训练模式，即驻美训练、本地模拟训练和网络训练。第一个驻美训练应该算是老传统了吧？自20世纪90年代，台湾从美国购买第一批战机以来， F-16的飞行员就在亚利桑那州的卢克空军基地接受训练。这种驻外训练就是借美国的培训手段来提升台湾飞行员的飞行水平。飞行员首先需要在家中接受理论训练，然后前往美国参加速成班，并与美国同行进行联合演练。据采购合同显示，这66架 F-16V 也将在卢克开展训练，但是台湾希望将训练基地移至西海岸，寻找一处和台湾环境相近的区域，并希望其飞行员与美军 F-18飞行员一起进行培训，以便为他们熟悉如何与美海军一起作战。第二个本地模拟训练就是通过模拟器来进行操作模拟。2017年8月，美国 L3 链接公司获得合同，要向台湾空军建造并交付 F-16V 的任务训练中心。MTC 包括4个完全联网的任务模拟器，专门为模拟器训练而设计，并已于2018年和2019年间交付。要说它能提供哪些帮助，那还真有不少。F-16 MTC 能支持像起飞、着陆、低空飞行和应急程序这样的基础训练，也能进行任务级别的训练，飞行员转化机型训练，还能进行发现和确定目标，准确地发射多种武器等的高级技能训练。总之，用 MTC 训练能节省很多飞行时间，并且模拟器能够模拟真实飞行中不可能发生的情况。这些高保真设备既节省了台湾空军的时间和金钱，同时又更好地培养了战斗机飞行员。
第3个，网络训练。这有点像联机游戏，不仅能进一步提高飞行员技能，也能培养团队之间的协作能力。F-16MTC 模拟器可以单独运行，也可以联网运行，其在全球有20处以上的地点都有使用。如日本三泽基地的 F-16MTC 就曾参加了在美国阿拉斯加的红旗军演活动，成为了不断扩展的全球 LVC 混合训练网络的一部分。所以理论上，台湾的 F-16VMTC 也可以作为虚拟飞行员，参与美军的各种大型军事演习，从而与世界各国飞行员进行较量。至于 F-16V 飞行训练的重点，据透露，其首要训练重点将会放在了对海作战上，包括选取具有海峡特点的地形和海岸线环境，以及与各机种部队的协调和配合。简单的说，就是让台湾空军熟练进行反航母和反舰载机作战。目前 F-16和 AGM-84 捕鲸叉的组合是台湾防御重要战略水道和打击海上目标的关键装备。通常由花莲基地的第5战术战斗机中队的 F-16承担挂载捕鲸叉导弹的反舰任务，其次是探索对地打击能力。在这66架 F-16V 采购合同中，是有用于接达姆和激光制导的各种引信和零件，以及少量接达姆实弹的，如用于制导炸弹的 Mk82 惰性炸弹、接达姆套件以及弹药的测试和工程、技术和后勤支持等。这些采购可能会用于开展对地武器的测试。由此可见，台湾空军可能正在尝试进行防守反击战略。其他的训练重点还有减少对机场的依赖和完善情报侦察。减少机场依赖是因为台湾一直都认为空军基地会在战争的初期成为重大打击目标，会遭到持续性破坏，所以公路起降训练一直是台湾空军训练的重点之一。我们经常能看到飞机在公路上起降及冲填加挂的照片和相关报道。后者完善情报侦察，是台湾空军正在为其 F-16机队采购新的远程侦察吊舱，要规模化列装 MS-110 远程倾斜摄影吊舱。MS-110 是 DB-110 的衍生产品，在光电、红外功能上增加了多光谱功能，有望解决目前在夜间和全天候环境中效率低下的问题。根据柯林斯航宇系统公司的说法， DB-110 是一种110英寸焦距侦察系统，能够昼夜探测超过148公里的范围高分辨率图像，每小时可以收集 2.6 万平方公里以上的高分辨率图像。台湾海峡最窄处只有126公里，完全能满足台湾空军的需求。等2026年66架永鹰和66架 F-16V Block 70到位后，台湾海军实力也将迎来提升。台湾为强化制海战力，由自研计划建造的新式水面舰将逐步汰换老旧舰艇上位。据悉，首艘试射熊2反舰飞弹的2000吨级卫星舰预计于2026年底前退役，届时新建造的12艘安平级巡防舰将全数到位，从卫星舰这个大哥手中接下之后的平战转换重任。2000吨级的卫星舰巡防救难舰是以美国海岸防卫队声望级舰为参照设计而来。台湾一共就建造了2艘，首舰核心舰已于去年3月除役，2号舰卫星舰自1991年12月服役，迄今已满31年。与美国声望级舰相比，卫星舰与核心舰的续航力略弱，但仍可续航7000公里。不过，由于台湾修改了舰尾的设计，将直升机甲板改成了可停放4艘小艇的空间，因此该级舰艇无法执行舰载机起降作业。卫星舰除了常年进行海上执法任务，其最著名的事迹之一，就是在2005年汉光21号演习期间，参加了海上实兵实弹操演，并成功试射了雄风2型反舰飞弹，成为台湾验证平战转换的重要依据之一。如今服役超过30年的卫星舰还是太老了。根据台湾的报告显示，台湾今年至2026年将汰除38艘舰艇，其中卫星舰将于2026年底前除役。而新一代的接力者将是600吨级的安平级巡防舰，它去年就成功试射了熊2反舰飞弹，能满足平战转换的需求。目前台湾已经服役6艘安平级巡防舰，其余6艘将于2026年底前获得。届时12艘安平级巡防舰与12艘沱江级巡逻舰
将成为台湾制海作战的关键兵力。不过，由于平战转换特性，平时安平级巡防舰仅安装了一座镇海火箭弹系统与一座近程自动化防御武器系统，两者皆由中山科学研究院研发的光电射控仪导控。而且为了避免争议，镇海火箭弹系统与其操控台平时还会用防水布包裹，执行驱离任务时仅会使用舰上装备的高压水炮。该型水炮的射程达120米，可将拒检船只甲板上的人员扫落海面，也可击破部分船只的驾驶台。船只失火时，更可作为消防用的洒水器。当然，在情势升温时，安平级舰可于24小时内搭载反舰武装。据规划，安平级巡防舰将遵循沱江级巡逻舰原型舰的火力配置，加装密集阵和各8枚熊2反舰飞弹、熊3超音速反舰飞弹，使其转变为具备反水面作战能力的舰艇。最后的台湾陆军由于明年1月就要开始实施的1年期兵役制度，台湾正在加紧生产各式单兵武器系统和个人武器装备。其中，台湾陆军已经分2个阶段，向中科院采购了万具红隼反装甲火箭弹。第一阶段是去年9月向中科院采购了5000具红隼火箭弹，第二阶段是今年8月再次向中科院下单，采购的数量达到了5962具，预计在2025年11月底前分批交货，两者合计达到10962具。台湾官员11月4日表示，未来无论是志愿兵还是义务兵，只要是在地面部队反装甲连或相关部队服役的官兵，都要有红隼火箭弹的实际射击经验，以强化地面部队的反装甲战力。这红隼火箭弹很强吗？台湾为什么要注重反装甲战力？红隼是中科院研制的反装甲单兵火箭弹，采用弹筒一体式设计，打完即扔。其在大规模量产后，目前一具红隼火箭弹系统的价格只需10万新台币。要说红隼强不强，据中科院表示，红隼火箭弹具有光学瞄准、夜视功能，能满足全天候作战需求，同时可视任务使用反装甲火箭弹或攻坚火箭弹。该武器经过验证，穿甲弹头的有效射程达400米，穿甲厚度为400毫米，攻坚弹头的有效射程为150米，可贯穿并破坏300毫米砖墙或200毫米钢筋水泥墙，且经过特殊严苛的环境测试，在零下10度至60度的海水、泥水、沙土浸泡后，仍能通过操作性、功能性及安全性验证，有利于单兵在不对称作战中克敌制胜。至于为什么要注重反装甲战力的提升，一是因为时代变了。随着现代战争形态转变，台湾原有的单兵携行式反装甲武器，包括 Apilas AT4、肩射多用途攻击武器、66火箭弹等，都因体积、重量或保存期限等各种因素无法满足台军的需求。因此，中科院就以66火箭为基础，研发了红隼单兵武器系列，并针对反装甲和攻坚等2个面向进行开发，借以提升台湾地面轻装与支援部队反装甲战力。二是为了强化台北的战备，部署在这里的239营和202指挥部快反连都曾多次在骑乘重型机车，背着红隼火箭弹，在8轮云豹甲车的护卫下进行过夜间机动巡逻，以及由快速反应连官兵进行机动反制任务演练。相信等到这些调整尽数落地后，台湾全球军力23名的排名估计也会挪动。目前只希望能火力军，希望能如期交付。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台湾资讯的全部内容。关注火力军，带您了解最新资讯和时局动态。我们下期再见。